在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阴霾中，一出荒诞剧正在悄然蔓延。作为维稳基石的网格员们，竟然也陷入了被欠薪的窘境。作为维稳基石的网格员们，堂堂稳中之稳的角色，如今居然也成了欠薪名单上的一员。不得不说，这真是个绝妙的讽刺。网格员们平日里奔走在社区的每个角落，肩负着稳定二字的重任，没想到如今自己也成了被稳定的对象。在福建莆田，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，高达800名网格员已经整整半年没有收到工资了。这些被誉为社会神经末梢的基层工作者，每月仅有2200多元人民币的微薄薪水，如今连这点收入都无法保证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他们的社保也被无情地停止了。想象一下，这些肩负着监控居民、维护社会稳定重任的网格员们，此刻正处于怎样的困境中？他们可能正在为下一顿饭发愁，为孩子的学费焦虑，甚至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。这种情况下，他们还能尽心尽力地为政府工作吗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格员无奈地表示，我们每天都在街头巷尾奔波，监视、记录、上报，就是为了那点微薪。现在连这点钱都拿不到手，我们还怎么生活下去？莆田网格员的遭遇并非孤立，事实上，这只是中国财政困境的冰山一角。从北京、南京这样的一二线城市，到遥远的东北，公务员降薪、欠薪的消息此起彼伏。在北京，一位李姓市民透露，我所在的区，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，政府只能向其他区县借钱给自己的公务员发工资。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在辽宁省的一些城市，连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人员都遭遇了工资拖欠。试想，如果连警察都拿不到工资，他们还会尽职尽责地维护社会秩序吗？一位匿名的辽宁警察无奈地表示，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危险，结果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。很多同事已经在考虑辞职了。然而，令人费解的是，在如此严峻的财政形势下，各地政府却仍在大规模扩招网格员。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，折射出中国政权对维稳的极度重视。以重庆璧山区为例，该区政府网站在去年9月26日刊登了一则招聘网格员的简章，招聘对象为18至45岁的本科学历人员，月薪2400元，外加五险。这个工资水平虽然不高，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，仍然吸引了不少求职者。深圳市西部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更是一次性招聘了185名社区网格员。在厦门市集美区，226名网格员被招入编制。而在济南市，约10个区县一次性招聘了惊人的2000名网格员。这种大规模扩招的背后，是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执着追求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会学者指出，即便经济下滑，维稳经费也是只增不减。网格员作为基层控制的重要力量，其数量只会越来越多。如此大规模的招聘，无疑给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。据公开数据显示，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已经突破惊人的8000万大关。这些人的工资总额每年高达8万亿元人民币，相当于35.2万亿新台币，占全国税收的40%。一位经济学家警告说，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。如果政府继续用40%的税收来养活这些人，那么用于民生、教育、医疗的资金就会越来越少。长此以往，社会矛盾只会更加尖锐。然而，面对这种情况，当权者似乎仍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一位熟悉公安系统的山东市民表示，政府不会因为财政困难就削减维稳经费。在他们看来，稳定压倒一切。随着社会控制的需求不断增加，中国的网格化管理也在不断升级。
从最初的网格员到现在的微网格员，监控的触角正在向社会的每个角落延伸。令人不安的是，连外卖小哥这样的普通劳动者也被纳入了这个庞大的监控系统。他们被赋予了流动微网格员的身份，在送餐的同时还要承担信息收集的任务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卖员透露，我们每天送餐时都要留意客户家里的情况，如果发现什么异常，就要立即上报。这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，但为了保住工作，我们别无选择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有些地方的网格员甚至开始挨家挨户上门搜集居民信息。在四川德阳市金阳区，一份通知要求居民配合网格员入户采集信息。一位当地居民李红向媒体透露，他们不仅要采集个人信息，还警告我们不要在网上讨论国际时事，不要使用 WhatsApp、Twitter 等社交媒体。这简直就像回到了文革时期。网格员的工作内容之广泛，令人啧舌。他们不仅要熟知辖区内每个住户的家庭成员信息，还要重点监控所谓的敏感人群，如异议人士、信教人员等。一位从事网格员工作多年的山东居民透露，我们必须掌握辖区内每个人的一举一动，从打架斗殴到夫妻吵架，都要了如指掌。特别是在敏感日期间，我们甚至要对某些人做到1日3见面。网格员的日常工作也被严格规定，许多地方要求网格员每天至少巡逻4小时，行走3公里。他们还必须使用专用手机，实时上报各种信息。一位年轻的网格员无奈地说：“这部手机就像是我们身上的电子镣铐，只要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，管理人员就会立即催促我们继续巡逻。”为了确保网格员尽职尽责，各地政府还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。以福建省某地为例，他们制定了一套复杂的评分系统，与网格员的工资直接挂钩。根据这套系统，网格员每月其实有100分，每扣1分就相当于扣除10元人民币的工资。各种过失都会导致扣分，少巡逻1次扣5分，不按规定路线巡逻扣3分，紧急集合缺席扣10分。如果辖区内发生10人以上的冲突，而未在2小时内上报，就要扣3分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如果有人进京上访，网格员就会被扣3分。一位网格员无奈地表示，这简直就是在鼓励我们阻止民众合法上访。我们被迫成为了压制民众权利的工具。在这个庞大而严密的社会控制系统中，网格员既是执行者，也是受害者。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工作压力，却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回报。而普通民众则生活在无处不在的监控之下，隐私和自由被严重侵犯。这种状况不禁让人质疑，在经济下滑、民众不满日益增长的背景下，这种高压控制能维持多久？当维稳成本越来越高，而政府财政却日益紧张时，这个体系是否会最终崩溃？一位社会学家警告说，这种全方位的社会控制不仅侵犯了公民权利，长远来看也会扼杀社会的创新活力。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中国社会可能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，控制越严，社会越不稳定，社会越不稳定，控制就会越严。最终，这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体系的崩溃。